现在呢，我在小意大利街原路返回。刚刚呢是走在街道的对侧，现在呢我从这边走回去，可以看一看啊，街上的那些行人站在店门口聊天的，相信很多是意大利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欣赏一下街景，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觉得也特别有意思。这边呢有很多这种意大利式的餐馆、酒吧，就是欧洲风的，也是把他们的座位呢摆到了马路上。你也可以看到有专门把他们意大利的国旗和加拿大的旗帜都插在他们的车上。It's like ridiculous, bro. There's some rats in there. I've seen that. 这片小意大利区呢，并没有像唐人街那么的显眼啊，因为它用的文字呢，基本上还都是英文，而且本身就是欧洲文化啊，应该有同样的传承。但肯定的还是跟其他街区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虽然感受不是特别的强烈啊，但是也多多少少感受到一些异国风情，还是蛮好玩的，不虚此行。这边这边是一个理发店，也在播球赛啊。我相信呢，这边就是小意大利区开始的街道了，就从这边一直往左侧过去呢，这条街都是我刚刚走过的小意大利街。好，现在呢，我就准备离开小意大利区，往回走了。加拿大街道上这种有纹身的人特别多，这可能是大家崇尚的一种自由，就在自己身体的皮肤上呢，尽情地画上自己想画的图案啊。这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就觉得这个身体的头发、皮肤都是受之于父母，不能随便去自己来处理，这样的理念是不太一样的。We're getting this guest list because this is
你看对面这个小酒吧，那些喝酒的人戴着意大利国旗颜色的，还有他们那种国旗形式的帽子啊，穿着蓝色的衣服，还带着他们那种象征着国家的旗帜等等，就看到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这种有统一活动啊这种意愿的民族，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凝聚力还是很强，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啊，就同样文化背景的人希望坐在一块儿集体活动，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为自己民族的或者是祖国的荣誉为荣。这条 College Street 呢还是比较宽敞啊，所以呢中间不但有 streetcar 的轨道，也有好几条车道，并且专门画了我现在脚下走的单车道，还有很宽的行人道，所以感觉这条路呢是一条东西的大道嘛。我呢就打算从这边右转，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回去。连这个垃圾桶上面都写着 Little Italy， 看来这个区域还算在小意大利区的范围之内。
dog? No, that one. 现在走的这条街道呢，就有点感觉偏离了中心区域的街道了。街道呢还是蛮宽，但是走的路通行的车呢都不多，就感觉没有那么热闹。但是街道上呢还是不缺这样的巨大的教堂，我也搞不清楚这是属于什么教的教堂啊，因为我感觉写的这些文字啊，我都看不懂。弄得不好是一个乌克兰的教堂吗？Maybe March or April.前面呢已经是登到40岁。好，那我就从3到4这条街走回去吧。这边的街区呢，看到也在重建之中。而我的远方呢，就看到仙塔瓦，还有围绕着它周围的很多的高楼，所以可以想象呢，这边已经是偏离城区的一个地方了。
在之前没有来加拿大多伦多之前呢，就曾经在网上追踪过一位当地人，他通过走路、骑单车，后来呢就更新到电动车等等方式，就是路拍，就是不断的走路，不断的拍那些街上的道路。我们最初对这边的认识呢，都是从他的这些视频当中获得的，而且他后来经常直播，我们有时候跟着他的镜头呢，就去到加拿大的很多的街道，也听他讲过很多的关于这些街道的历史、掌古，还有安全与否等等就还是蛮有收获的。只是因为呢，我们有我们的孩子在这边读大学，可是呢，在疫情期间的这几年里面，我们没有机会来，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的一些资料呢，稍微了解一下这座城市。那幸好呢，我们自己也有机会来到的这座城市来走一走。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就这样的漫步，这样的普通的街景呢，真不值一看或者大家也没什么兴趣去了解。但是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就我们呢，是因为有自己的孩子在这边，不仅大学已经毕业，而且呢，还在这边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工作呢不尽理想但是总算也是有了一些收获，也算是一个在这边可能的生活的一种起点吧。只要我们的孩子还在这边生活呢，我相信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再来，所以我们也抱着这样的愿望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再到这边来转转。你看这个对面的也在盖大楼，就是一个 block 而已就在盖几栋住宅楼。想必再走几步呢，就是刚刚我拐到肯辛顿市场的那条街道了。我从这边呢已经看到前面有很多中文的招牌，唐人街就在我的眼前了。有根什么样的柱子上面趴了一只老虎Thank you, brother. I know how to go. 30 seconds we might be good.
这条街呢，就是刚刚我转进去的 Kensington Avenue。Be $100. $100 for that. We go there.前面那个叫新天虹的餐馆呢，就是上次我们家人在这边聚餐的一个餐馆，就是左边这个所谓的正宗粤菜馆。它其实中午有点心，也可以点菜，就感觉还是有很多华人的元素在里面。马路对面呢，就是这个龙城 Dragon City Mall， 这个里面呢，好像也有专门的apartment啊，当然里面应该有蛮大面积的商场。既然来到了这边呢，我也经过这个龙城商场里面去转转吧。这里居然也在转播比赛，丹麦对希腊。很多人看球啊，这就是刚刚在意大利街看到的比赛，原来是丹麦队和希腊队。我相信意大利应该支持希腊的吧。有个新华书局卖单车的铺。这里一共有3、4层吧。楼上呢有餐馆、理发店。就在这个龙城商场里面啊，没电了啊。
换了一个电池。就在这个丹达斯和斯普达因达的交界处，唐人街的中心呢，建了这个华人的超市啊。那我相信呢，应该也并不仅仅是华人的一个超市，应该这个上面呢还有他们华人的一些老移民的居住的一个社区啊。好，我看到这边有电梯，我们就从这边下去吧。看来这个下面呢还有3层的地下停车场。现在呢，我又来到了斯普达因的这条唐人街的主街上，从这边呢走回去了。这段路呢都走过很多回了。没走几步呢，这边又有一个华人的中心，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商场。门前呢，上次我经过的孙中山的一个塑像。这边呢有更新的华人居住的那些房子啊。在异国他乡啊，能够3只脚跟已殊不易，而且还能够聚集在一起，不断的有所发展啊，我觉得同胞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现在我也来到了这个商场里面来稍稍的转转。感觉比刚刚那个农场呢要新一些，要宽敞一些，但是做的生意、卖的东西应该也差不了多少。主要原因呢，还是华人现在都转移到了更远一点的，像万景啊、Richmond Hill 啊等等，现在那些新的华人的租地啊、聚集地。这边呢，应该说比较拥挤，而且整个街上的环境呢，可能不符合大家居住的需要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商场，这样还搭了一个舞台啊。
还是可以解决附近唐人居民们的一些需要。而且我相信呢，很多住在远处的华人也应该会时不时来到这边。但是我们来，他吃的很少。是，他就是看，他以为我是舌头介绍过去，我也装，他也。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华人的商场是有点像温哥华Richmond那边的一些华人的商场。虽然开的这些店呢，感觉都有些传统，但是这是一家家人的生计。同样的这里电梯呢可以下到3层的停车场，上面呢有这么3层的商铺，3楼以上呢是文华酒店相信呢跟华人的一些居住的地方相连的。再次回到大街上，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 King Street， 我现在要走过这条马路，沿着 King Street 走回去。从以前的那位住在多伦多的加拿大人的视频里面啊，就了解到这条 King Street 在晚上某些路段不太安全啊。他以前拍的时候也是一脸紧张的表情。但我想呢，现在是夏天，白天的时候啊，而且又是周末，街上人很多，相信啊，坏人们胆子也不会那么大，当众来抢东西吧。所以我还是愿意在这条街上呢，一边走一边拍一拍，来看一看这条皇后大道这一段啊，就是大家认为不是特别安全的路段，它目前的一个状态。其实老实讲，走到这边呢，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不安全的因素。老是在一家商店门前啊，排满的队，排满的人。这边很有意思。如果哪里新开了一家店啊，大家都会蜂拥而上。上次我在样街上看到一家店啊，就是排了很长队，后来才了解到呢，其实是美国一个品牌啊，专门是一个吃 hamburger 的一个店，开到了多伦多的第一家店，结果简直人山人海啊，也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在这条 King Street 从西往东走，现在可以看到啊，前面更多的高楼，而且我还看到了这条叫 Peter 街的，我上次其实走过这条街，前面是 Rogers 的一个球场，就这边应该还是有那种下沉的风景啊，风情，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看看周围建那些房子已经建到了这个区域了，慢慢的就会往西发展而去。今天我出来前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一位日裔的女性啊，她在日本出生，在加拿大成长，现在呢也是在加拿大居住的一位日本女孩。她回到日本，在东京街头呢接受到一个采访，人家就问她，就你觉得日本和加拿大两个地方的人，他的个性有什么区别？然后那位女孩就很有意思，她说，如果我讲英文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加拿大人那种模样，
就比较张扬，比较有个性。但是如果讲日语的话呢，又会回到一种日本人那种比较温婉、比较有礼貌，就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他就试着说了一段英文和日语，果然呢，那个神态啊、举止是完全不同。但是主持人问他，你更喜欢哪一个你？他说我还是更喜欢加拿大的我，就感觉自由自在，比较有个性。那我觉得这是在东西方生活过的两种人，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应该也是一样的，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影响下面，他们表现出来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内心来讲，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他们更崇尚自由，更愿意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环境里面，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而不会受到太多的这种所谓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约束。到了这个街头呢，就拥堵了。你看，这个观光车是不是开过头了？就这种街道呢，非常的热闹。这个观光车好像漏油了，出问题了，这就有点麻烦了，把后面的路都堵住了。所以呢，现在我走在这条 Queen Street 上，我不但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安全的因素，而是感到满满的、充满着个性的一个一个的加拿大人的这种很自由自在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我想，绝大部分都是热爱生活，内心有正义感，而且价值观的取向一般都是正面的。所以这条街道呢，虽然是一条老街，但是它还是充满着活力啊，我觉得感觉还是挺不错。对面有一个墙壁啊，黑色的墙上写着各种各样的文字，我初初一看以为是汉字啊，但是应该都是一些英文字的变写，不知道对不对啊？就这边人呢有各种创意，大家各行其道啊。现在呢，我迎面这条小街叫 St. Patrick Street， 就离我住的地方应该很近。你看啊，马路对面呢也在建一个高楼，全新的那种住宅大楼。就我在想，只要这样的大楼越来越多了，这条马路上啊，立马就会改变模样。我觉得治安也会变好。
我突然发现啊，下起雨来了，刚好呢，我也快要回到我的住所附近了。我已经走了起码1个半小时左右了吧。今天走的这段路啊，我还是想把它原汁原味的分享出来，但是考虑到时间比较长，有可能会把它分成2段啊。好，现在呢，我走回到这条小街，再走几步呢，就可以回到我的住所了。对面呢，就是这个坎贝尔公园，也是一个 museum 老法官的旧居。再往前走2步呢，就是 Canada Life 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的所在地。就像我看人家的视频了解的很多加拿大的情况一样啊，我也相信在某一个时段，也可能呢，也有一些网上的朋友啊，也想了解到这边的一些情况，会刷到我的视频。那我相信我的视频放在 YouTube 频道上呢，并不急于希望有更多人来观看，但是它一直会放在那里，相信某一天呢，就会跟看我视频的朋友在网上相见。我觉得很期待这样的一种缘分。无论是何时何地啊，人呢都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在一个社会的网络当中，某一个点，通过现在很多高科技的手段，比方说网络等等呢，连成了一起。所以每个人呢，如果都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或者自己的一些观感呢分享出来，那我相信呢，也可以营造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不仅呢满足自己随拍一下这样的一种兴趣，同时呢也会让更多观看这些视频的人找到更多的他想要找的一些信息，由此呢会对他出行或者甚至做出某种决定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所以可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公益的事啊，就好像是一个志愿者，你走着也是走着，你逛到哪里走到哪里也不费什么太多的成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主要是让更多人能够了解你看到的景物、看到的街景、遇到的人、你的感受等等啊。好了，我已经到我的住所门前了，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我们在多伦多还会再会，再见，拜拜。